要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灵的血脉找齐了吗？四灵血虽然无法弄到，不过用他们的后羿、青蛟蛇、铁骨虎、雷鸟和金龟代替，也可以练出一点灵血来。墨儿，没事吧？墨儿，别怕。爷爷们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在帮你觉醒。摩尔，听好了，接下来是你觉醒的第一课。人体内有7大神藏：灵胎、五曜、六合、七星、天人、生死、神桥。他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药师爷爷练灵血是想帮我觉醒，打开神藏吗？不错，壁破不开，便觉醒不了灵胎，无法打开神藏修炼。有的人受上天眷顾，一出生便破了灵胎壁，觉醒灵胎。就像我们9个，天分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凡几，生来是修炼的苗子。这种体质就是灵体。那我呢？要助墨儿的灵胎觉醒，还需要服下4灵血。这就是青龙灵体，主掌青龙元气。看老子的朱雀灵体，玄武灵体。这就是灵胎的元气属性。司老太婆是白虎灵体，白虎元气。别再叫我死老太婆！灵胎对应着4灵，有4种元气属性，因此灵体也有4种。毕竟不是正统的4灵血脉，只能练出这点灵血。喝下灵血，便会激发元气的属性，让灵胎觉醒。是不是青龙灵体？说不定是白虎灵体。一定是朱雀灵体。是朱雀灵体吗？不是，玄武灵体，一定是玄武灵体。疼，好疼！都不是。这么说来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凡体。我们都老了，如果死了，他在大虚1天都活不下去。或许应该把木耳送出大虚，送他出去，我们会被仇家发现，都会死。他被我们连累，也会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都是好人，我不会让你们死。别打了，放开我！我要和他单挑。好。好什么？我说，木儿是个好苗子，他是结合4灵体之长，万古无一的霸体。霸体，霸体，我也没听说过，但村长见多识广。普通灵血很难激发霸体的灵胎，必须集齐真正的4灵血。你们继续捕捉4灵的血脉后裔，练出灵血，喝得多了，自然能让霸体觉醒。好，明早咱们就去打猎。好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对了，
还得盯着木儿训练，消化吸收灵血，别让他喝成个大胖娃娃。那天起，所有人都亢奋起来，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，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试药。一定要喝这么多死灵血吗？霸体就需要这么多。一次灌太多灵血，会把木耳撑死的。跟老子练刀去，消化消化。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，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。别看他喊打喊杀的，下手却很小心，从不会伤到我。当然，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。木耳，来。太慢了，你是霸体，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。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。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，洒遍全城。刀越快，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，刀气就会燃烧。给我再快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。燃烧之后就是悟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，杀回去！老子被斩断的是腰，丢掉的是双腿，但不是脑袋。老子要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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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刀法的极致，神通。屠夫又疯了。走，练拳。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，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。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、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气的束缚，并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傻木耳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
这个每天笑嘻嘻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。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，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，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。瘸爷爷，啊，你有神通吗？当然，我的神通就是腿，腿是风，是大地，是力量之根。你试试，只要跑得够快啊，一切都是平地。你可以在墙上飞奔，水上飞奔，甚至在天空飞奔。当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，就算初步修成后天神腿的神通啦。瘸爷爷的腿这么快，是谁砍断了他的腿？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，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？还有童爷爷的刀，谁能将他拦腰砍断？他们的仇家吗？我是霸体，我得变强。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，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。木儿，别逞强。你的元气快耗尽了，先来调息一下。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，最博学的村长爷爷，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，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三丹功。霸体三丹功听起来好厉害。只要觉醒灵胎，凭借霸体和霸体三丹功，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。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，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，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。爷爷们都这么拼了，作为霸体，我也不能落下。霸体三丹功，村长，你教他的好像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导引功吧？木儿的元气没有属性，只能修炼最简单、最初级的功法。这种小孩子打根基的低级功法，很难有什么成就。我原本也这么想，但木儿自幼练导引功，再加上每日服用四灵血。现在他的元气已经强得吓人，只是没有属性，发挥不出威力。有多强？几乎有你灵胎神藏的5成功力。什么？5成？等他觉醒灵胎，元气岂不超过我数倍？这还是导引功吗？你觉得他往后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木儿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导引功推到极致的人。糟糕，和他们纠缠太久，恐怕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回村了。木儿，如果无法在天黑前返回村子，往大虚的遗迹里躲，说不定还能活命。那要怎么找到合适的遗迹啊？要看2点：1，
是否有与村子里的石像类似的石像？2，是否有大量的异兽？异兽通灵，知道哪里可以躲避黑暗。都记住了吗？姑婆放心，我记住了。跟着这些异兽跑，我就能找到合适的遗迹。虽然我及时防御，腹脏和骨骼还是受伤了。村长爷爷说，霸体3丹功不仅可以增进元气，还能以元气来滋润身体，应该能缓解伤势。原先都是静坐调息，想不到在急速奔跑时，霸体3丹功运气速度更快，滋润身体的速度也大幅提升。这是我的元气。好奇怪，我的元气每次运行到眉心处都会被挡下，难道这就是灵台壁？人体内有7大深藏，它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破壁成功，给爷爷和婆婆他们一个惊喜。哪里来的声音？他在说什么？怎么他一出现，我体内的元气就消失了？快跑！不是来惩罚大虚了，这是真正从异域来的魔族神奇。我在此受死！糟糕，魔神跟上我！好恐怖的魔音，我快要被撕裂了。归来机，弯顾天。归来机，应安经书。
是神女。师傅们不是说神抛弃了大虚吗？为什么神女还能在遗迹显灵，帮启明抵挡魔族？别胡思乱想，神国早在旧时代就已经覆灭，显灵的不过是神骨上的残魂。恐怕这遗迹里发生过极惨烈的战争，才会让残魂的战意不如至今，与我厮杀。神女在用神力交战。冬兵断续，无需高明。这声音和阻挡我破壁的声音好像。难道我的灵胎壁是被神音封印的？刚刚似乎也是因为魔音，才让灵胎壁破出裂纹。要是学会魔音，我就能破壁觉醒了。天快亮了，姓屈的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我必须在天亮前觉醒霸体。等等，阻挡我的是神的神力，这岂不是说我是被神封印的魔了？难不成我还真是魔崽子？不，村长爷爷都说了，我是霸体，才不会是魔。再来！魔崽子经受神音和魔音的双重冲击，这下定要魂飞魄散。不对劲，他的元气波动很剧烈，还在不断增强。他在利用神魔之音修炼，可他连灵胎都觉醒不了，只是个普通人，这种低等体质怎能承受神音魔音？此子实在古怪，不除掉他，往后必成大祸。灵胎壁裂了，好精纯的元气，这就是灵胎神藏的力量吗？天虽赐给为人呐，天虽赐给为人呐。什么？竟然还能愈合？我还是不够强，不能一鼓作气完全破除灵胎壁。不过，吸收灵胎神藏的元气之后，我的力量又提升了不少。要不了多久，我一定可以彻底破壁。神女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死，为何复生又消失，但是谢谢你们，在夜晚守护着大虚。药师爷爷，昨日的灵血我还没有喝，给你备着呢。
霸体三单弓。木儿，你……村长爷爷，我发现了一个用霸体三单弓的好办法，那就是跑着修炼。跑得越快，元气恢复的也就越快。村长爷爷，看到了吗？木儿刚刚才耗尽了元气，几杯灵血喝下去就元气大涨，并且已经渗入四肢百骸，开始元气淬体了。我是灵胎境巅峰时打出第1道掌心雷，才做到全数淬体。我也是，那天我在风中奔跑，追上了狂风，踩在风尖上行走，元气如风吹百窍，欣喜之下，我从风尖上摔下来，差点摔死。而木儿现在还未觉醒灵胎，便开始淬体了。难道霸体果然强横，是我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。好臭好臭！哎，等等我！我体内的元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。凭我现在的力量，再利用魔音，是不是就能彻底破壁？我觉醒霸体，伯伯和爷爷们一定会非常开心。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 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。上次我是借神女关的神魔之音，加强了我本身魔语的力量，才能把灵胎壁破出一丝缝隙。天水之界为灵啊！好强的阻力！天水之界为灵啊！现在光凭我自己的魔音还不够，我的元气比原来更强。要是能让元气不被冲散，一鼓作气冲击灵胎壁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运转霸体三单弓能聚集元气，那我就用它将散开的元气重新凝聚起来。神魔共鸣。唉，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历练了，太好了！不知道大虚的遗迹里还有什么秘密？哎，会不会对我冲击灵胎壁有帮助呢？灵音八式第1式，只身东海，挟春雷。还是没能做到掌心雷。那爷爷说一拳一掌，迸发雷霆爆音，雷音要威力惊人，摄人心魂，才算达到了雷音八式的最低层次。遗迹，这里是永江下游，我不知不觉竟然跑了这么远。原来不是遗迹，是座庙宇。
出了一个铜像。奇怪，大墟里多是龙王庙，这座庙里的铜像却不像龙，也不像神，反而有点像传说中普度众生的禅尊。瞎爷爷说，进庙烧香拜禅尊是规矩，我没有带香，只能在庙前歇脚。小生残老村人，家住在永江边，借宝地歇脚，惊扰了此地主人，心中不安。还有，木儿，你要是在荒郊野外落了单，千万记得说一句话。啊？夏爷爷是老江湖，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小生自幼体弱多病，庙里若是有神女姐姐，莫要来害我。嘿。你说话真是有趣。这位是神女姐姐吗？哪有什么神女姐姐？我叫仙青儿，就住在附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牧，就是姓秦的放牛娃的意思。哎，你的牛呢？牛变成了女人，现在没有牛了。怎么变的？你会变吗？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快进来跟我说说。带香不能进去参拜。你想知道好玩的事情，出来便是。进来嘛，你不是想找个地方歇脚吗？进来休息一下嘛。进来嘛。我自幼体弱。你进来呀。不。给我进来！原来这些缠在铜匠身上的铁链，一端沉入永江，另一端就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。天杀的贼畜！你修成的禅尊就忘了自己可是妖吗？老娘就想吃饱喝足，你偏不让！你要杀了老娘不成？贼畜！你不是想毒我吗？我饿死了，谁给你积功德？谁给你学修禅？送上门的肉，送上门的肉啊！那些白骨都是人骨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庙中？虽然不知道妖怎么修成的禅尊，但这尊铜像可以镇压怪物，或许也可以助我破开灵胎壁。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Preta Maha Graha Preta Maha Pashupati 邪魔外道，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这尊铜像竟能活过来！念诵魔音，无法无天。我以禅音降你。
魔音有效果。神音被禅意分散了，好机会！玛哈格哈，元气充盈全身，成功了！我真的破壁成功了，太好了！邪魔消散，本尊又有功德一件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奇怪。听爷爷们说，应该有4灵模样的灵胎才对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那是什么？一个小孩的石像。难道这个石像就是灵胎？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？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吗？谁雕了个我的像，藏在我的灵胎神藏里？好神奇啊，晶莹剔透的。还有点柔软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意识进到了石像里，石像果然是灵胎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木儿借神魔禅音破壁，的确觉醒了。凡人觉醒，闻所未闻。可我的元气还是没有属性，要怎么激发属性呢？这灵胎分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类，对应4灵属性。木儿的灵胎是什么？是个人。人？从未有过人形灵胎的功法。功法是人创造的，老子谁也不服，自创杀猪刀法。激发霸体属性的功法，为何我们不能创造？就算我们不成，木儿也可以自己创造。屠爷放心，我一定行。既然霸体已经觉醒，像从前那样修炼就不够了，得找个陪练，逼出的霸体元气的威力。